1738年，葛努伊出生于巴黎肮脏的鱼市。他身上完全不带任何味道，却是个嗅觉天才。为了制造世界独一无二的香水，葛努伊想到了一个惊人的办法，用香水保存人类的体香。这香水的制作方式和一般并无不同，唯一的差别是他所使用的原料——处女的体香。只要是葛努伊挑中的女子，他便不计一切代价将她杀害，让这个香味永远只专属于他一个人。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介绍大家一部香气弥漫的神作，结合德国魔幻作家徐斯金、罗拉快跑德国金奖导演汤姆提克威除了指导，还亲自配乐，和那唯一让柏林爱乐点头录制的配乐电影《香水》。香水的故事围绕着孤儿葛努伊，法文原文意思是青蛙，一个从底层社会成长的嗅觉天才。葛努伊人生中的首要主题是因不小心误杀一个少女而产生的。在闻其香气逼人的纯真肉体后，葛努伊产生想要捕捉制造香气的欲望。小说的第二个主题却是后来的真正核心。葛努伊发觉自己是个没有气味的人后，他由失望、惊愕到决心不计一切代价替自己打造世界独一无二的香气，以获得世人的认同。在呈现出两个主动机后，剧情便发展出一连串的冒险。葛努伊从初次拜师学习，试验失败，再往世界香水大镇格拉斯深造。他惊愕自己的无气味，并开始猎杀少女。精心挑选，排除万难，最后到达绝美无比的美女罗拉床前，终于杀掉她，并完成举世无双的香水最后步骤。在全剧高潮时，葛努伊于断头台前将香水奋力一挥，令所有世人对香气膜拜，感动痛哭到昏厥，甚至宽衣解带、赤裸做爱等超乎常理的举动。在这么多精彩冲突后，结局更是出人意表。葛努伊终于了解人们根本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唯有香水的魔力才能让人们短暂迷恋它。因此，葛努伊放弃精心打造的香水与它附带的所有荣华富贵。在他走回出生地后，他将瓶子往头顶一倒，任由民众活生生地侵蚀它，从此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完2006年的德国金奖电影《香水》，脑中首先浮起的不是香气弥漫的魔幻音符，不是柏林爱乐的精湛录音，也不是以音乐描述气味这种前所未有的配乐创举。我想到的是古典音乐中最重要的曲式——奏鸣曲式，一个试炼作曲家的最普通也最具挑战性的方式。奏鸣曲式 Sonata Form 通常以3个步骤创作音乐：呈现部、发展部、再现部。顾名思义，呈现部在于呈现一个主要与一个次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第二主题。发展部则借由冲突与解决、对比与延伸而发展2个主题。最后，再现部将所有回归，以同样音乐再度响起，但此时却走向新的境界。好的奏鸣曲能将所有和弦、动机、旋律、结构、乐器分布、声部、音量等一一表露并有所不同，而这就像小说中的主角情绪、心理、动机、氛围、结构、章节等所堆砌出来的故事。翻拍德国作家徐斯金惊悚小说的同名电影《香水》，处处带着奏鸣曲的化身。创作音乐和写小说其实有许多相似处，
最大的共同点便是戏剧，如何铺陈、制造混乱、化解、推向高潮、收尾，这些都是制造戏剧的成功要领。拿一部小说和一首奏鸣曲相比，会发现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呈现出核心主题或主角，发展部的冲突与对立，再现部的解决与重现，落幕前的大高潮，曲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几个精彩的片段，来体验音乐中的奏鸣曲式如何完美呼应剧本的起承转合。每次只要葛奴伊一杀少女，音乐就会出现长弦乐、女声的音乐。这里想呈现的是第一主题。此时葛奴伊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这里呈现的几个场景分别代表葛奴伊如何改变。从他和师父的关系，他离开格拉斯，他警觉自己没有气味，因此对于他人他并不存在，到最后他决定杀人以制成世上最完美的香水的决定。听听以下这段是用管弦乐团和电子音乐结合的配乐，你觉得他们塑造了哪些情绪呢？That's a really good perfume. 在以下这个重要的场景，观众发现葛奴伊去了格拉斯，却发现他自己没有气味。There were 1,000 smells in his clothes. The smell of sand, stone, moss, even the smell of the sausage he'd eaten weeks ago. Only one smell was not there. His own. 以下这个场景想凸显的是葛奴伊为什么要杀人？答案是他要找寻第13个和弦，制造属于他自己的气味，因而产生杀人动机。也因此，此时的葛奴伊已经变成不一样的人了。很多人在看完这部电影，会以为罗拉的死是全片的高潮。其实，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罗拉的死真的是高潮吗？还是电影的高潮其实落在葛奴伊最后上断头台，用香水迷惑众人，连主教都陷入狂欢呢？ This is no man! This is an angel! 除了剧作家和柏林爱乐的录音加持，本片另一大看头是导演亲自配乐。除了环环相扣的剧本，香水的配乐更是一大杰作。而且在这部电影之前，还没有人可以用音乐来描述气味。如何用音乐描述捉不住、看不住的气味？亲自配乐作曲的导演有了特殊的见解。首先，他找来鬼才指挥拉图，并获得柏林爱乐的首肯答应配乐。在谱曲方面，他选择游走于管弦乐团与实验电子乐器间，用金属乐器的擦音来描述光亮，用电子鼓来诠释葛奴伊的谋杀节奏，以竖琴拨出香水的弥漫芬芳，以悠扬的女高音堆砌出一个属于处女罗拉的主旋律，最后将惊悚骇人却又唯美艺术的谋杀过程以漫长的弦乐连贯故事。若没了音乐，诡异唯美的蔓延还能存在于香水吗？当然不能。
我最佩服的便是此电影的作曲功力，更何况这不是出自于专业作曲家之手。这部电影更值得嘉许的是，香水其实不讲天才的过程，而是一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追究。这部电影打开了听觉、视觉甚至嗅觉的感官。从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主角对于自己无身份感的不解，被害少女们的恐惧，甚至我们可以闻到那瓶举世无双的香水。我常说，音乐虽然不是主角，但绝对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推手。最后，我想以3个问题总结。第一，葛奴伊是疯子、有理想的天才，还是社会败类呢？主角葛奴伊毫无道德观，也没有一丝的爱、责任感或人类的善良品德。在一般电影，我们其实看不到这种没有血肉的主角。而葛奴伊也是到了电影40分钟，大概1/3后，他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虽然他为了做出史上最完美的香水而滥杀无辜，但在电影的最后，观众很难对他生气，甚至还有一点同情他，惋惜他被四面八方的人为了闻到史上最高贵纯洁的香水而不惜吞噬葛奴伊。我想问的第2个问题是，我们该因为葛奴伊的低频身份而同情他吗？还是我们能以天才追求完美极致而将他的谋杀行为合理化呢？我曾经在某个实体讲座问了观众这2个问题，没想到讲座前后的回答却是完全相反的。这也证明人性的矛盾。我们对葛奴伊的天才与热忱深感认同，却对他的行为完全唾弃，但又同情他。有人甚至拿此电影来隐喻希特勒的暴行，毕竟在希特勒的头脑里，为了活化精英去屠杀犹太人的举动是完全伟大并合理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音乐占了电影多大部分呢？没有音乐，香水如何能透过平面大荧幕来表达香气呢？记得在一个场景中，香水大师保迪尼和学徒葛奴伊说的话最耐人寻味。他说，好比音乐，香水以3个部位形成，每种都由一个和弦呈现，而每个和弦又以4个音符造成。The head chord contains the first impression, lasting a few minutes before giving way to the heart chord, the theme of the perfume, lasting several hours. Finally, the bass chord, the trail of the perfume, lasting several days. 好的香水有12个部位，但举世无双的香水从来没有人能做出，因为他必须找到第13个香气。这启发了葛奴伊对美少女罗拉的追杀，但更广泛的看法其实是导演要观众去体会故事中不为人知的精华，而这是指什么？只有非比寻常的天才能知了。